有时候看中国经济一个最大的指标在哪里？双十一，双十一，他们买疯了，买爆了。结果，这今年怎么出大事？双十一你怎么会上淘宝？你还延期3天？你不是双十一刷业绩吗？你要延期什么？难道真的没有人买了？这我都很担心哦。如果到了2030年，中国的双十一可能要整个1个月的时间哦，都得在双十一。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双十一的业绩特别好，特别在11月11号这一天。就你仔细看哦，11月12号到11月14号，等于说它一路了延到了11月14号。多了2天，多了3天，那为什么要延期呢？很简单，一个道理，业绩没达标，所以别人就说呢，他们要以时间换取空间。你看这很糗，最后72个小时还在那边催人，对，就没人买了。我想搞不好到14号业绩还没到，他就在最后再给你24小时，我最后再12小时，最后再给你，然后一直加下去。因为我们讲对比嘛，你不要说都只有我在凑他们。2020年当天双十一的时候，成交多少钱？4982亿元，吓死人了。所以好，当时的时候仓库是什么状况？整个爆满。根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东到底要送到哪里，为什么货太多，把整个仓库给挤爆了？结果呢，等到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今年的仓储系统来造的。你看，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呢，溜溜的，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货呢？代表说根本没有人叫货，也没有人发货，所以呢，全部连物流公司哦，11月11号跟你讲说公休1天，双十一庆祝放假，因为根本没人叫货，连人都看不到鬼影。你不要讲说还要有货。甚至是呢有直播主，这时候你看得到货了哈。有没有看到一个直播主？他不是躺在钞票上哦，跟我们刚才讲诈骗集团不一样，他是躺在自己的货上。他就说：“我是躺平摆烂，反正最后货还是会寄回来。”我知道你一定很好奇，什么叫做货还是会寄回来？因为呢，很多网友啊，这个我们讲了，根本就是空手套白狼，叫了货之后呢，用完之后马上把它退回去。而甚至呢，有人呢业者哈，双十一的这一天，你看他就在等，一直在等。就都0元，根本没人叫货，最后呢一拳呢，嘣一个把电脑给砸下去。为什么？你说这个画面也太夸张了，他0元，然后结果他气到怎么样？他是把电脑，他真的把电脑直接砸了吗？对啊，因为你看旁边还写了很讽刺的4个字啊，天天爆单完爆真的砸了啊，直接开始踩了。为什么？因为根本没人叫嘛，等了老半天，因为已经等了1、2天啦。这甚至是哦，你不要以为说他们不认真，非常辛苦。因为双十一大家知道很多直播主在叫卖，结果你知道吗？叫的货没来，反而是医院哦人潮爆满。你知道什么人潮爆满？很多直播主哦双十一期间，人家讲说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啦，就他们说他把肺泡叫破了。不是我们听错，肺泡对，肺泡。你说喉咙发炎就算了，肺泡对，所以我跟你讲啊，各位双十一的直播主，叔有练过好不好？我跟赵我不是有练过的，不要随便模仿啊。他说光双十一话题，很多主播喊破了肺泡，引发关注。小兰呢，并非是疲劳导致，而是过度的发声用力导致肺泡呢破裂，进而肺膈这种横膈膜气肿。我想说，拜托，给专业的来好不好？我们每天在那边吼也没有这样子啊。你知道最害怕的是什么吗？女装。中国现在女装重灾区，因为超过大概7成8成的货，就不管你优惠是不是破盘价，都会被退。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人只是试穿而已。比如说我去双十一，对不对？他就会叫一个衣服穿了之后，我去参加 party， 我去参加结婚婚礼，我去参加什么？那等到双十一过之后呢，我全部都把它退回去，8成哦。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受不了了。来，你看看这个挂牌，这个也太大了吧？上面写什么？试穿请保留，对，拆除不退不换，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很重要，讲3次。这个 A4 纸的大小了吧？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哦，原本的吊牌是不是小小一个哈，上面有 logo 嘛，比如说 Louis Vuitton 啊，或者是 Gucci 啊，有那种我们讲名牌的，然后他都把它藏在里面。所以你看哦，很多人就想穿在外面，藏在里面，裤子穿在里面，全部都双十一买的哦，然后呢牌子藏在里面。他后来觉得说这些人脸皮太厚了，我受不了了，我直接把这么大的吊牌，我就不信你还敢穿出去外面。结果呢，还真的有。来，你看哦，中国这个7天，因为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7天保证退货，不问你理由。真的有大妈就把这个牌子传到外面去，所以他为了要防止这些方法哦，所以他进化了。你知道进化是什么吗？把这个牌子变大，跟人家就想到说以前文化大革命说打倒权威，打倒老师，打倒父母，对，一模一样，回到文革时期。但我跟你讲啊，他们还是敢穿啦。所以呢，他最后干脆索性换另一个方法，你知道吗？衣服哦，不是什么保险箱哦，上锁。他直接把，比如说你看外套里面，他就直接给你上锁。上锁的意思就是说，你除非跟我真的买了，
钱真的来了，然后不跟我退货，我才会寄钥匙给你。因为很多人哦就是这样穿的时候，然后他寄回来，对不对？他寄回来之后发现啊，你不是我的衣服上面怎么都你脸的粉底啦？对，就说你化完妆之后穿我的衣服，或者是穿我的衣服之后没有卸妆直接脱下来，粉底勾到上面全部都是，所以这卖家超生气，跟他讲说，你下次再跟我这样叫衣服，我跟你讲，我要挂锁。这边我们都知道，现在除了 AI 之外，机器人打得非常非常凶。我们也知道，在军事强国里面，有就是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就俄罗斯，你看到现在最新的画面，俄罗斯也有机器人。哎，不对不对，你怎么跌倒了？你不是强国吗？有点掉漆，对不对？而且你仔细看这些配乐啊，还蛮有那种这个好莱坞电影《洛基》它的这个背景音乐配乐的感觉，可是它的出场却不是怎么让人家觉得很满意，尤其是这样子突然往前面跑开啊，那简直让俄罗斯人惊呆了。战斗民族的机器人可以这样吗？而且是这样，黑布。它是丧礼吗？而且掉漆到，你看黑布还卷在一起，一下子没有把它完整的拉起来，就如同他刚刚的这个号称最像普丁。为什么我像最像普丁？这一款由俄罗斯的它的一个这个新技术联盟发布的首款，号称俄罗斯国产自己制造的人工智慧人形机器人，叫做埃多尔。埃多尔呢？他号称说，他不但他的样子、外形，然后甚至连走路的姿势，他都想要这个模仿俄罗斯的总统普丁，都要打造最像普丁的人形机器人。对啊，你说这是普丁，这会被杀头吧？结果没有想到，你看，才刚出场，他就像喝醉酒一样踉跄了一下，然后就往旁边摔倒了。摔倒了之后呢，结果主办单位竟然说啊，因为这个是这个跌倒是因为这个爱多尔人形机器人感应不到光线，光线不足造成它的系统故障，所以才会造成它摔倒。这也未免太拉差了吧？所以你看到他这个脸啊，他这个外形几乎都模仿的像这个普丁一样，而这个走路姿势和外形都像普丁的这个机器人。你说这个照片跟这个照片，他就是模仿真的是模仿普丁。对啊，可是因为刚刚大家都看到那画面，突然这样的倒地，也让你这简直是丢普丁的脸嘛！侮辱普丁，你就不要再讲说你像普丁了。俄罗斯的这个机器人科技啊，大家会觉得说，那卖出去的怎么样？外销型恐怕连缅甸都不敢恭维。真的假的？你现在看到的是天王星9号的这个机器人坦克，号称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国防工业他们的一个国家技术集团所研发生产的。从2016年开始问世公布了之后呢，2019年它投入到这个军队去这个使用。可是你想想看，俄乌战场这个打了2、3年的仗，也没看过它出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那你看到这一群的这个俄罗斯号称机器人坦克，它研发出来，感觉好像很震撼，它的武器、它的这个弹药，感觉都像是一般新锐的这种坦克。可是你要知道，他们自己内部在评估的时候说，它其实不可靠。因为它缺乏稳定性，而且它的热成像跟它的这个光电传感器那个 sensor 在移动的时候会出现完全失效的状况，甚至在执行那个火控射击的时候，它的那个目标啊，它的这个雷达会漂移掉啊，会漂移，甚至可能会像出现像你刚刚讲的关掉的这种状况，会漂移，根本没有办法瞄准。所以不管是国外或者是俄罗斯内部，他们都会说这个天王星9号机器人坦克怎么那么问题那么多啊？所以之前他们在这个公布了之后呢，缅甸的军头，也就缅甸他军政府领导的敏昂莱，他其实曾经去俄罗斯参观也视察参访了这一款俄罗斯天王星9号机器人，参访过好几次。他真的还有去最近一次是10月13号，人家还看他去操作可是问题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一般的城市地形当中它的操作范围可能会受限，对，所以当下那个人家还跟他讲怎么操作，还给他那个米昂来试试看。米昂来也真的试试看，他除了这个了解现场的讲解之外，他也亲自操作看看。结果没有想到，米昂来去了几次，缅甸下单了没有？一台都没有买，下不买了。我就跟你讲，他参观了包括天王星9号的履带式战车、天王星9号的扫雷系统、天王星14号的多用途无人地面车，以及小款的这个机器人，好几种系列型的。你看这种机器人，敏昂莱全部都看了哦。但是回到缅甸之后，他一个系列的产品，他全部都没下单。如果说你真的 OK 了，看了好几次了，也差不多了嘛，那你跟俄罗斯做关系又怎么？结果一台都没买，太烂了吧！所以我就说，俄罗斯的机器人科技
恐怕连缅甸都不敢恭维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